好，观众朋友，你有没有买加密货币呢？我们要来看到最近加密货币遭到川普携起整个交易市场，包括了190亿美元是在一夜之间直接蒸发了。但是有人赚爆了，他就是川友友是否有内线在做海捞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这一场交易被视为是真实血泪版本的血洗级的。针对的金融大屠杀，上周末加密货币市场正式的崩盘，短短24小时之内强制清算金额高达了190亿美元，另外还有160万笔的杠杆仓位全部都遭到了斩仓哦。比特币的价格赶快来看到，从12.6万美元暴跌到了10万美元，全部是因为川普的一句话，当时他说了要对中国大陆加征100%的关税的言论出来，成为这次导火线。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就是在川普他公布这个加征100%关税之前的半个小时，突然间是有一位神秘的巨鲸。突然间大举加码做空单，这个空单一下了之后，比特币、以太币的价格是全线暴跌。这一位巨鳄哦，他就一天之内获利了2亿美元，算是本次最大的一个疑点，等于海捞了新台币620亿元。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一个内线消息呢？而且这一次发生的史上最大的清算事件，比过去往年来都还要更严重。我们看到，不管是这几次4次过去曾经有清算的事件，最高金额来做相比的话，其实都落在4亿到最高28亿美元。这一次190亿美元，比过去3次加起来都还要更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川普一句话可以让交易市场190亿美元蒸发，这一次清算到底有多严重？这个加密货币真的已经是脆弱到说，川普说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市场行情，让华尔街成为提款机吗？委员怎么看？这一次的加密货币的算是崩盘吧，因为20% 算是崩盘。这个崩盘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川普突然之间启动的中美强烈的贸易的对峙，跟未来可能的风险，任何一个在政策上或者市场环境上波动的一种消息出来，对于那一些平常价格波动幅度就比较大的物品，或者像加密货币这种投资对象，它很容易放大它的这个效果，最后呢造成暴涨跟暴跌的现象。那现在因为政策出来是不利的，所以本质上就容易暴跌。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种所谓的加密货币市场是一种高杠杆的作用。什么高杠杆作用呢？就是说你可以花1块钱去买100块的东西，那很多的加密货币的这些网站上会借你钱，那可是啦，它的 liquidation 就清盘的幅度也很小，稍微跌个10%就要你清盘，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它就很容易暴跌，因为你到了就被清盘掉了，所以才有今天这种现象。那第3个原因呢，就是连锁效应，就是有神秘的人，应该不止1笔啦，就是突然之间在川普开口之前的时候就下单。你要知道，这种市场里面有个很奇怪的，当看到好像有大户进场的时候，其他人都会跟啊。有时候就是一头雾水，不晓得跟的对与错呀，反正不管了啊。我看到吕律师卖空，我就跟着卖空啊，管他3724，因为他是大户嘛，他比我大户啊，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这种连锁效果是这种波动幅度比较大的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这种现象在在那个什么牛奶市场还有那个什么大豆市场就很难发生，因为它那个有实质的交易在这里面了。那这一次，当人家怀疑你川普开口30分钟，怎么突然之间有人这么大笔放空？那这个是前30分钟等到他开口以后，放空的数字是一大堆那整个就被垮下来了这种叫做一窝蜂的，我们也经常讲叫 herding effect 就是前面有一只这个鸭子突然间左转，其他后面的鸭子也搞不清楚状况，全部都左转类似这种情形是那就会造成这种闪崩现象。那有很多人就赔得很惨。听说台湾有一个名人姓黄一夜之间赔了
好几十亿的钱，10亿的钱，超过10亿。那可见他这很有钱了。不过当然也有人很可怜了哈但有人海捞，那海捞的人是不是川普的好朋友？这不能排除，因为川普旁边有一群人专门在跟他一起在搞加密货币的，但是这个在美国的政坛上好像可以被接受。在其他国家是可能被接受的。这是不是很奇怪呢？那川友现在看起来就是大家都赚钱，反而是川普政策在收割老百姓吗？杨老师又怎么看？我的推测你要知道现在去玩加密货币的人呢，其实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情势都非常敏感，尤其是中美的这种谈判那因为我们都在注意到这个事情。你现在算一算，从10月9号中国大陆的11长假回来的第一个上班日，61号跟62号商务部的公告，它是什么时候发公告的？早上大概我们讲台北时间、北京时间9点多钟。我很记得因为我10点多钟我就在做评论。川普是什么时候讲说这个100%的？中间大概差个几个小时，不到3个小时，他反应很快。川普反应很快，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是一大早，美国是晚上的时候，他马上就用这个100%的反应，因为什么？我当场把他那个Truth Social的给截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所以呢，如果反应快的人在这个落差的2个小时之内你马上去做空，因为你看到大陆这边做了一个全面性的稀土反制，这是非常大的。因为稀土的议题已经我们看了好几个月了，中国大陆在2001年就把它列为目录，然后呢出口管制，到了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在做更进一步管制，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又再加了7个项目，但去年是针对加锗的一些稀有金属，那今年的4月份呢？是7项的稀土元素，所以大家都在跟这个东西。现在突然来个东西那他就预测，我现在推论了，他说这个川普一定会强烈反应，那这个强烈反应一定会有市场影响，我就做空一段，果然赚到，可是现在稀土又那个比特币又回来了，又回到12万3了，你看经过了一个周末，它又回来12万3，为什么？因为稀土是固定的，它其实现在认为稀土、黄金。或者是银这些大概都会变成一个避险的工具，所以当你变成避险的工具的时候呢，当中美2国有重大的这些宣示作为的时候它影响市场那个波动会一下子很剧烈的，你看台股今天抗压性还够，但是也掉了300多点，可是有一些呢反而它有这个抗压性反而有涨，台达电还这个涨到历史新高，所以。也就显现出，有的人看得懂这个局，他敢做；那有的人呢，也许有他的管道。那最明显的就是他可能跟川普这边，他大概知道，我等一下发个文那你们注意一下那样子。那大家一听到的，马上就开始一个动作。然后呢，等他的文下来之后，再赶快接着去买，那可能又会赚一笔了。好，那如果作为川普的朋友有内线，那如果不是川普的朋友，如果你只是一般老百姓，现在市场又传出来另外一个是大悲剧他是知名的加密网红，他叫加利奇他因为爆仓，现在损失惨重，被发现最后是沉尸在蓝宝坚尼里面这是最新的新闻。那头部中弹，不知道到底是自杀还是外力，但是他在身亡的前一天，他曾经向家人表示自己因为财务压力感到沮丧，甚至他那时候已经写好了这个告别的讯息。所以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到底谁应该要负责？自由市场到底还有没有所谓的公平？在美国好像都已经不意外了。舰长怎么看？太多的人相信这一些都是公平的，然后都有技术可以分析，然后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技术分析都是由统计整理出来过往的一个状况的。但是如果过往的状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其实4月中旬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一波类似的状况。那个时候，也就是因为川普的对等关税，大家哀鸿遍野。可是那个时候，也就在4月10号，
川普突然在他的Truth Social 里面写了，现在是投资股票的好时机，谁相信呢？谁敢买呢？但是就有人敢挺进市场，对，那些人是不是川友友？对，因为他们坚信川普其实就是言出必行，所以一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真的只是这样吗？而不是有其他的管道通知他的这些好朋友，然后来直接的在这些之前我们讲到的是股票市场，那这一次呢是在加密货币这个市场里面赚得盆满钵满，赚回来之后呢，是不是要给川普他的一个政治现金呢？这样的一个 circle 其实是很可怕的而且我们刚刚透过那个我们蔡正元老师的讲解，就是其实现在慢慢的以比特币来讲，它又回到了之前的一个是不是有人先那个布了空单，然后呢还空单回补，这么聪明啊，这么快就知道川普他其实只是佯装作态，也就是我们刚刚第一节一开始所讲到的，他立刻还说，哎，我们还是要见面的。为什么这些人都能够料事如神呢？那当然了，大家都会说，这个是因为川普这个 taco 的特性，或者是发夹弯的特性，使然。但是呢，其实我们应该回头来讲这样子，其实这个相关的监理的单位应该要介入，但是偏偏这个加密货币它的本身的特质，也就是它使用的区块链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那个对于实际上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那所以呢，就让的更多的人可以在里面那个操纵这一个市场，这个才是最可悲的地方。好，谢谢。